我这次去是真的非常的有被吓到。因为他们真的有效率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效率 ，is so impressive。OK， 我觉得你不能够当鸵鸟。今天去看的时候，我觉得以前在台湾真的我觉得中国被妖魔化的太严重，所以包括它好的地方也都不愿意陈述。台湾省有这么一位名嘴叫范琪斐。这位大姐呢，在媒体圈混了快30年了。早年间那是驻美记者，洋墨水没少喝。可是你猜怎么着？这位范大姐过去这30年来，正事呢没瞧见干多少，整天就琢磨一件事儿，怎么隔着海把咱们大陆呢给黑出花来。你听这个事多荒唐啊！一个媒体人靠着写大陆、评大陆混饭吃，结果这30年里，他压根儿没来过大陆。这哪是新闻报道啊？这简直就是算命的呀！靠这个掐指一算，就能算出咱们这儿民不聊生。今天呢，咱们就扒一扒这位范大姐是怎么从资深黑粉变成真相现场的。范大姐呢，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在这个电视屏幕里活跃。那个时候吧，她人在美国，看谁呢都觉得矮半截儿。她那个节目那叫一个话术一套套，黑料不少掉。她把这个大陆描成什么样子在她嘴里咱们这儿呢就是个落后、封闭，连空气都多少不自由的地方。哪怕是到了2000年代咱们这个奥运会也开了，这经济也起飞了，可是范大姐那是间歇性失明全看不见。她说：“哎呀，这都是表面风光里面全是问题，老百姓苦着呢。”你听听这叫什么呀？这不就是典型的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他就专挑那些个犄角旮旯的零星破事儿，还得加个暗黑滤镜放给观众看。那个时候不少台湾同胞真被他忽悠了，觉得大陆这边除了土就是苦。那到了2010年代这个范大姐也与时俱进了，从这个电视台转战到了油管。她变了吗？变本加厉了。她打着国际视角的旗号请点嘉宾聊点两岸关系那个核心思想呢就一个，台湾得独立，大陆是威胁。特别是赶上选举那阵子范大姐那叫一个战斗力爆表2012年，她为了给绿营拉票在这个节目里嚷嚷大陆干扰选举啦，用经济手段收买选民啦。到了太阳花那阵子她更是把那帮闹事的学生捧上了天，说这是抵抗压力的表现。哎呦喂，我听着都替她累这得多大的仇，多深的怨哪怕是闹疫情那会儿这位大姐呢也没闲着，咱们给全球捐疫苗，她说那是政治工具；军机绕台巡航，她说那是恐吓。反正干啥都是错的，喘口气儿她都得说咱们浪费了氧气。这种狂黑模式它持续了将近30年你说这得多大的定力可是这人呢总是逃不过真香定律。到了2025年底这位范大姐也不知道是哪个劲儿搭错了，也许是黑累了，也许呢是真想来咱们这儿找点黑料憋个大招。她突然宣布我要去大陆旅游了，第一站成都。你猜怎么着？这个消息一出她身边那帮青鸟粉丝亲朋好友全炸了窝了范大姐自己在视频里念叨说她那帮朋友一个的跟生离死别似的劝她，齐匪你可千万别去那是警示区太危险了，你去了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她亲妈更夸张那是东奔西走找了一圈亲戚来当说客。在他们那帮人的认知里大陆那个马路上估计全是特务，电线杆子上全是摄像头，老百姓吃饭都得看眼色。这个想象力不去写玄幻小说真是白瞎了。可是范大爷这回呢挺执着的，他说呢他要去看看大熊猫，再加上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呢是咱们成都的建筑师刘家坤，他想去看看人家的作品。就这样子这位带着视死如归壮志的范大姐怀揣着30年的偏见战战兢兢地落在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范大姐下飞机的第一反应那真是逗死个人她在那儿嘟囔，说自己习惯那种小机场，
结果天府机场那叫一个大呀，大他有点找不着北。但是大归大吧，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设施啊，真叫一个先进，这个管理啊，真叫一个有序。那等他进了成都市区，找家馆子一坐，这个反转就开始了。3道菜3道300块菜，对，还有虾子，一个人大概是300块台币，而且还是好吃的。而且另外一个我注意到的就是说，所有东西都太便宜了。你说吃饭嘛，哈，是这个样子。那我今天穿的，我刻意穿的这衣服全部都是中国货，就是这一次在那边买的，所以说它的那个东西就是很便宜啦，那品质也不差。他原本想找的是民生凋敝，结果看到的是满大街的烟火气。接着呢，他去了大熊猫基地，他夸这个基地干净，夸这个管理有序。另外一个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真的就是熊猫基地。啊，熊猫基地真的很可爱。嗨，你听听啊，这还是那个骂咱们30年的范大姐吗？这口风转到比那川剧变脸还快啊！这跟他洗了30年那个落后的大陆啊，真的是同一个地方吗？后来呢，他还去看了刘家坤的建筑作品，那看着那个融合了现代与传统的艺术感，他也不得不承认，大陆这种文化自信和创新啊，是实打实的。那这趟旅行下来啊，范大姐的内心深处啊，那堵名为偏见的墙正嘎吱嘎吱的裂缝呢。2026年的2月5号，范大姐回台湾后，就把这段见闻啊剪成了视频传上网了。她在视频里吧挺坦诚的，说各位，我得说句实话啊，我以前那些报道啊，可能真的需要重新验证一下。成都这个地方啊，真挺好玩的，建设真不错。嘿，哎，你猜怎么着？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呀！哎，那帮被称为青鸟的绿营激进支持者，一看这个视频啊，那叫一个气呀！这感觉就像是，哎，咱们养了30年的头号黑粉，怎么去了一趟敌营，回来就投降了呢？一时间啊，这范大姐的评论区啊成了战场。哎，有人就骂她，你是不是收了中共的钱了？你是不是被统战了呀？还有人叫嚣，你滚出台湾去吧！你这个节目啊，别叫匪夷所思了，改叫祖国时间得了。甚至呢，还有人阴阳怪气的揣测，他是不是在成都抓着什么把柄了？哎，怎么去了一趟嘴就变甜了？这 PTT 论坛上啊，那是热火朝天啊，网友们纷纷调侃啊，哎呦喂，这就是绿营的传统异能啊，自己人咬自己人，够狂的。连桃园市议员詹江村啊都出来说话了，说范大姐这就是第2个钟明轩。甭管你以前什么立场啊，只要你敢说一句啊大陆的真话，你就是这帮青鸟眼里的叛徒。你瞧瞧啊，这范大姐现在的处境啊，那叫一个尴尬。以前呢，她是绿营眼里的英雄，现在成了他们嘴里的狗贼。台北市前副市长李永平啊也看不过去了，批那帮青鸟全是玻璃心，太恶劣。连那个著名的网红馆长也出来嘲讽，哎呀，绿营那帮大佬一边骂大陆，一边在那做生意挣钱的多了去了，你们怎么不去骂他们呀？范启斐就是说了句实话，你们就把人家给围剿了。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啊，有一位网友评论说，范启斐关于他2025年去成都旅游感受的视频我看了，他还是尽量从挑刺和负面的角度去谈在成都的观感，但还是难以避免地提到了大陆的美食、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他被台湾的青鸟攻击是因为黑路不彻底，就被认为是亲陆亲共。由此可见，台独分子已经弱智偏执到疯狂的程度。哎，你听听哦，这话绝了啊！这位网友是一针见血啊。范大姐其实心里面还没全转过弯来，视频里呢还藏着不少私货，想找点茬，但是无奈这个成都太争气了呀，那个现代化建设啊，那可是实打实的，你想藏也藏不住啊。可是这帮青鸟呢，他们要的不是真相，他们要是纯黑，哪怕你黑了99%，只要有1%的好话，你就是叛徒。这就叫黑路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黑。这帮台独分子啊，已经活在自己编造那个疯狂的世界里啊，智商呢已经掉到了地平线以下。哎，紧接着还有一位网友的点评啊，更是辛辣。青鸟拿了绿营的钱不感到羞耻，反而批评别人拿大陆的钱，真是50步笑100步的典型案例。总感觉绿营的人们有特异功能，那就是皮肤好厚，就像坦克车的盔甲，刀枪不入。咱得给这位网友点个赞，
这帮青鸟啊，天天喊着别人收钱，其实最该查查自己兜里那点绿币啊是从哪儿来的。这个脸皮哦，确实呢是比咱们老北京的城墙还要厚。范大姐黑了30年，最后因为说了句大实话，就被这帮坦克脸给围攻了。这个剧情哦，编剧都不敢这么写。2020年的3月3号，咱们国台办也出来回应了，那话讲的敞亮哦，欢迎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亲身感受真实的情况。你看这事闹的，范大姐混进媒体圈30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亲历视角，就因为这趟成都之旅崩塌了。有人说这是范大姐的觉醒，也有人说这是她的报应。要我说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力量。你可以欺骗一部分人，甚至呢可以欺骗所有人一段时间，但是你没法永远欺骗所有人啊。这范大姐在那边黑了咱们30年那是她的生意，但是她亲眼看到的成都那是现实呀。当这个生意撞上了现实，那个尴尬劲儿真是没治了。这个事儿最讽刺的地方在哪儿？就在于那帮青鸟的反应，他们宁愿活在自己编造的那个大陆吃不起柴蛋的谎言里，也不愿意睁开眼睛看外面的世界。范大姐的下场虽然看着挺惨的，被这个自家粉丝围剿，但也怪不得别人呀。谁让你以前把那帮粉丝问得那么偏激呢？现在呢，他们回过头来咬你这就叫自作自受。这些年从媒体人到网红，从青年到普通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人用亲身经历打破了谎言。范大姐在成都吃这顿火锅辣不辣？辣，但这个辣味能让她清醒也值了。咱也希望更多的台湾同胞别听那些神算子在那边白瞎火，有空带上你的台胞证，亲自飞过来瞧瞧。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咱们下次再见。